提到西藏，你也許馬上就會想到布達拉宮，繼而聯想到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那個遙遠而浪漫的故事，或是倉央嘉措唯美浪漫的詩歌。導遊們各種眉飛色舞，故作神秘的解讀，更是給他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如果我告訴你，布達拉宮根本沒那麼神秘，我們現在所見的布達拉宮只有400年左右的歷史，很大一部分甚至只是近代的產物，會不會令憧憬西藏的你感到很失望呢？下面我們把布達拉宮的興衰往事從頭說起。公元631年，松贊干布在統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帝國後，為了迎娶文成公主，決定在拉薩紅山修建王宮，設計圖紙上的宮殿極其壯觀。據《賢者喜宴》和《西藏王統記》等藏文史料記載，有9層高樓、1000間房屋，是整個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但無論多麼宏偉，這座初始的布達拉宮其實連200年都沒有撐到，背後的原因是滅佛運動。吐蕃本土的宗教是本教。7世紀以前，吐蕃與尼泊爾、於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克什米爾以及中天竺，也就是印度北部存在貿易往來，佛教文化由此零星傳入高原，但對本教的地位幾乎沒有影響。但這種情況隨着松贊干布迎娶尼泊爾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發生了轉變。尺尊公主帶來了不動金剛等佛像，文成公主帶來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他們分別修建大昭寺和小昭寺，標誌着佛教正式進入西藏。這時的主流宗教仍是本教，佛教只局限於王室和貴族上層，普通百姓的信仰並未發生根本變化。松贊干布死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佛教的发展也一度停滯。8世紀後期，吐蕃第37代贊普赤松德贊確立佛教為國教，贊普也就是國王的意思。赤松德贊為什麼要這麼做？說穿了還是為了統治，就現在的話說，就是意識形態的需要。當時吐蕃2個強大的鄰居唐朝和印度都是信奉佛教，作為一種精英階層普遍熟悉的文化，佛教幾乎是高端文明圈的共同語言。相比之下，本教擅長祭祀、占卜和祖先崇拜，更像一种部落宗教，而佛教則擁有完整的經典體系、成熟教義、僧團組織和跨地區傳播能力，顯然更為成熟。對統治者來說，不但是現成的國家治理工具，在引入佛教的同時，也可以引入文字文化、哲學思想、法律觀念，甚至建築藝術，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近代國家主動學習先進文明。這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一面。另一面呢，則更為重要，那就是鞏固王權。吐蕃的傳統貴族長期掌握地方權力，而本教祭司與貴族關係緊密。佛教僧團的地位來自贊普支持，寺院財富來自王室賜予，因此佛教天然更依賴中央政府。也就是說，佛教本質上是贊普用來制衡傳統貴族集團的工具。歷史上很多君主都採用過類似策略，羅馬皇帝利用基督教整合帝國，日本天皇利用佛教削弱豪族，中國皇帝用科舉削弱門閥。赤松德贊的做法有相似邏輯，他邀請濟戶和蓮花生進入吐蕃，並建立了西藏第一座正式僧院桑耶寺。此後幾十年中，佛教集团、本教集团、貴族集团一直激烈競爭，在王室扶持下，佛教寺院逐漸擁有大量財產、土地和人口。因為它有免稅、免勞役特權，屬於獨立經濟體系，所以也導致本就人口稀薄的吐蕃王朝稅源和兵源嚴重減少。從政治角度看，佛教已經是一個日益龐大的利益集團。吐蕃王朝末代贊普朗達瑪繼位後，針對這一弊端開展了2次滅佛運動。為什麼叫2次？因為之前貴族與本教勢力曾經打擊過1次，反佛派大臣驅逐僧侶和關閉寺院，布達拉宮在此期間遭到約4次大規模劫掠，裡面的珍貴珠寶被搶走了大部分，又被出逃的僧侶帶走了一部分，同時建築遭受嚴重破壞而荒廢多年。大家都知道一個常識，就是房屋長久沒人居住打理，很容易倒塌。所以在9世紀初，布達拉宮實際上只剩下了幾座房子，所以被合併大昭寺作為其分支機構進行管理。
朗達瑪繼位後的二次滅佛運動，本質上也是通過削弱佛教集團進行財產重新分配的一場國家權力重組，所以他的手筆更大，把大昭寺改為屠宰場，釋迦牟尼佛像被埋入地下，布達拉宮則更慘，僅剩的幾間房子也被拆成石磚瓦塊，建成了養豬場。也就是說，松赞干布建的那座布達拉宮，實際上在這個時期已經基本上消失了，只有法王修行洞沒法被搬走，才一直留在原地。朗達瑪的行為也引發佛教集团的憤怒，最後被僧人拉攏，貝吉多杰刺殺身亡。朗達瑪死後，因王位爭夺，地方貴族互相混戰，中央政權瓦解，西藏進入約300年的分裂時期。到宋朝、元朝和明朝时期，吐蕃分裂成10幾個小政权，政治中心分別在薩迦、帕竹、仁邦等處，拉薩完全被拋棄了。所謂的布達拉宮，這更是徹底被荒廢了。一直到公元1518年，明正德13年，支持格鲁派的和硕特部首領固始汗擊敗這些地方勢力，才再一次統一西藏，並建立了蒙藏聯合的甘丹颇章政權。之後的1520年，帕竹政權的第西阿旺扎西扎巴奸戰投降，2世达賴喇嘛根敦嘉措重新進入拉薩城。時隔500年，拉薩才重新成為西藏的政治中心，修建宮殿甘丹颇章。此後2、3、4、5世達賴喇嘛都以此為住宅，還是沒有布達拉宮什麼事兒。1645年，5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決定在舊址上重建布達拉宮。蒙古的固始汗派兵幫忙，運送建材和維護安全，藏人負責施工，並在3年後基本完成框架，然後就修不動了。壓在頭上的3座大山是生產力落後、人手緊缺，還有最重要的沒錢。同期的中原王朝發生了什麼？對，就是清軍入關。羅桑嘉措派人去瀋陽拉關係，清朝也正想籠絡蒙古和西藏，雙方一拍即合。於是1652年，篤信佛教的順治邀請5世達賴訪問北京，友好的前提當然是清朝掏錢支援西藏。就這樣，布達拉宮又開始斷斷續續修了30多年，直到5世達賴去世，也不過是甘丹颇章的翻版模樣，大概就是圖片上這個樣子。一個白色石頭主體建築，2層建築再帶一個閣樓，上面鋪些木板作為屋頂，遠沒有今天所見的宏偉。1682年，5世達賴圓寂後，當時的攝政王第8桑傑嘉措為了能讓清朝繼續拿錢修建布達拉宮，密不發喪長達13年之久。清朝問起，就謊稱5世達賴在閉關，無限期修行，不見任何人，也全靠三高皇帝遠。清朝居然一直沒發現。就這樣，靠着連蒙帶騙，清朝花了300多萬兩白銀，在1693年，布達拉宮的主體工程完工了。這座屹立在紅山之巔，高達13層，擁有1000個房間的宮殿，終於向世人展露了它雄偉壯麗的全貌。然後也沒有意外，兩家很快就開始翻臉。始作俑者是噶爾丹，他本是5世達賴的弟子，也就是個喇嘛。蒙古老家的哥哥被殺後，他回准噶爾奪回了汗位，因為有着他老師5世達賴這層關係。康熙剛開始沒當回事，甚至還挺支持他。但噶爾丹統一了准噶爾後，野心膨脹，不滿足於新疆，開始把手伸向喀爾喀，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國地區。要知道，蒙古可是清朝的盟友，這舉動無異於打康熙的臉。於是康熙御駕親征，在公元1696年，打得噶爾丹屁滾尿流的跑了。他手下一名叫宰桑的投降將官，透露了5世達賴早已去世的秘密。康熙當然是勃然大怒，合着10多年花錢出力無數，你們一直在騙朕。他寫信去問責，桑傑嘉措把14歲的倉央嘉措推了出來，說轉世靈童已經秘密培養了10多年。康熙權衡利弊，雙方表面上才重歸於好。其實西藏一直權力鬥爭激烈，5代達賴去世後，桑傑嘉措和蒙古固始汗的後代拉藏汗矛盾越來越深。1705年，拉藏汗率兵攻入拉薩，殺死了桑傑嘉措，隨後向康熙上奏表，說倉央嘉措根本不是轉世靈童，是桑傑嘉措的騙局。康熙連着2次被騙，立即下令倉央嘉措
到北京解釋清楚。結果24歲的倉央嘉措在押解去北京的途中走到青海湖邊去世。關於六世達賴的死因，也有很多人認為是被康熙秘密下令處死的。清朝為了安撫藏民，此後對西藏的支援不減反增。到了乾隆時期，給的錢更多，他一揮手，幫助布達拉宮在紅色宮殿外又修建了3個大庭院，布達拉宮就變成了圖上這個樣子。1791年，尼泊爾地區的庫爾喀武裝勢力以西藏未按時繳納稅幣為由入侵西藏，乾隆派福康安為大將軍，率軍由青海進入藏地幫忙。福康安與巴什達賴會商，並繼續修建布達拉宮，期間修建了很多城牆和僧官學校，也就是將布達拉宮堡壘化。工程在1804年乾隆死後才徹底完工，也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模樣。所以確切地說，我們如今所見的布達拉宮其實是建成時間只有400年多一點，根本不是導遊口中吹噓的1300多年。時間又過了100年，1904年，英國遠征拉薩，隨軍官員約翰·克勞德·懷特拍下很多珍貴的影像，其中包含了布達拉宮的全景照片。這是布達拉宮有記載的第一張照片，可以見到當時的布達拉宮整體結構仍然完整壯觀，但長期缺乏大規模維修，實際上很多地方已經出現老化現象。1959年後，中央政府就開始每年調撥維修經費。即便如此，到了1987年，西藏自治區管委會也不得不向中央提交搶修布達拉宮的緊急請示。既然叫搶修，可見当時出現了危健的情況。於是1988年至1994年，中共政府對布達拉宮進行了第一次系統完整性的全面修復。之後的2002至2009年又進行第2次修復，2015至2017年又實施了第3次修復，布達拉宮才有了今天世人看到的宏偉壯麗的模樣。那麼具體花了多少錢呢？1988年至1994年，中共中央累計花費5500餘萬元。中國人民銀行專项特批國庫高純度精锭，西藏礦業公司提供含银量大於等於 99.9% 的白银。僅1989年維修五世達賴靈塔的塔尖金頂，就消耗黃金108公斤。同年修建的10世班禪靈塔，消耗614公斤黃金。布達拉宮中的藏式壁畫修復，每平方米約耗費金粉5克左右，加上數千尊鎏金佛像，總使用黃金量確實是以噸計的，珠寶更是超過1000萬克。完工後，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於1994年12月進入世界遺產名錄。2002至2009年，中央專項撥款3.8億餘元，除了紅白宮和5000餘平方米壁畫修復，還加固了地籠。此時工藝技術較早年也有大幅進步，因此也同時解決了屋頂防水問題，新增了消防、安防和給水系統。2015至2017年，中央再次撥款2億餘元，黄金白银另計，對9處金頂進行鎏金修復，每處耗金超100公斤，並更換防風化構件。此後每年仍有大量投入用於保護及修繕，例如2018年再次新增3億元，用於布達拉宮貝葉經保護項目等等。所以稱布達拉宮有成噸的黃金，無數的珍寶，總體是沒問題的，只是單純說成是藏族人民的血汗錢，未免不夠嚴謹。如果換個說法，自清朝開始，中央政權為了扶持當地代理政權，用基本盤來補貼統戰價值高的群體，似乎就貼切得多了。咱們看到感興趣的東西呢，把您的手指收起來，不然待會兒進入布達拉宮之後，您的這個手指頭是怎麼樣子腫掉的，我是完全不負責任的啊！只要是藏族的工作人員看到了，惡狠狠的一巴掌直接就給您拍下來了。待會兒進入布達拉宮之後，可以這樣子告訴各位，不管您來自於我們全中國的哪個地方，甚至於說是去過我們全世界的哪個地方，待會兒你們進入布達拉宮之後，絕對是您一生當中所見到黃金最多的一次了。
為什麼這樣講？你們出去玩買黃金是按克來算的，有錢一點的您是按兩來算的。但是各位，您知道人家布達拉宮儀表是怎麼算的嗎？它是按吨來算的。布達拉宮為什麼能夠保持千年不朽？你一定非常的好奇，如此高的山頂上能夠矗立了1300多年的布達拉宮，究竟是用什麼樣的特殊的方式建造的呢？